这是你绝对能买得起的超跑。二手的科尔维特 Z6 只需要不到1万美金，它搭载着405匹马力的引擎和6档变速箱。当你狠狠地踩下油门时，会带给你非一般的感觉。根据胖哥的描述来看，这辆科尔维特的操控很好，在现代跑车面前也毫不逊色。不过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车子还是有些小毛病的，变速箱有点拖泥带水，导致换挡非常的困难，而且驾驶座的座椅也无法调节，就像在做摇椅。目前明显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有这么多，至于有没有其他的暗病，还得让强子进一步检查。可当胖哥把车子开到工作室后，强子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激动，因为胖哥买车之前没有和他商量，而且并没有进行实地验车。胖哥为了掩饰尴尬，屁颠屁颠地打开发动机舱，给强子展示这颗 V10引擎。没想到还弄巧成拙，让强子闻到了烧焦冷却液的味道，这说明发动机还会漏油。不过事已至此，两人都别无选择，只能把车子修复，希望这次不要亏本。因为胖哥之前说离合器有问题，强子推断可能是他操作不当导致的，所以他首先要拆掉变速箱，用千斤顶把车子升起来后，强子拆掉底盘上的挡板，一根巨大的扭力管出现在眼前，它连接着引擎和传动轴，是输送马力的关键。如果不够坚固的话，根本承受不了405匹的制动马力。而离合器的位置就在扭力管的顶端，说的通俗一点的话，就把整个传动系统比作杠铃，中间的钢管就是扭力管，它连接着发动机和传动鼓。强子断开了它们的连接，然后缓慢地降低支架，最后成功地拿掉了扭力管，暴露出了前端的离合器。它最外层的压力板很容易就能取出，只需要拧掉螺丝就可以了。但是拆飞轮就要动点脑筋。强子先在一脚拧上一个螺丝，当做施力的支点，然后用一个小撬棍慢慢地转动飞轮，最终将里面的离合器拿了出来。花1万美金买科尔维特超跑，翻新之后能赚多少钱？话说之前强子拆掉离合器后，里面的状况让他非常失望，上面的粘合机已经全部被分解。根据他的推测，这个离合器并不是原装的，因为厚度只有原装的一半，而且压力板上面的齿非常粗，这样会导致离合器踏板操作困难。在换上新的离合之前，他决定顺便换一个轴承。当看到原本的轴承后，他发现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，因为上面有很大的间隙，使用寿命基本已经用尽。最后把之前拆掉的零件都按照原本的位置固定，现在这辆车的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不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，强子现在要开启车内自查模式，看看车内还有哪些地方有问题。只见他像输入秘籍一般，对着车上的按钮一通乱按，最终车内显示屏出现一行代码。他将这串代码输入电脑，得到的结果是电子刹车控制模组损坏。于是强子打电话给胖哥，让他拿去修理厂修复。没想到胖哥就在他后面，强子把里面的电控单元交给胖哥，接着他继续处理车子。因为发动机在工作时会产生强烈震动，所以通常引擎上会有一个谐波平衡器来抵消金属产生的共振。这辆科尔维特的平衡器隐藏在前皮带盘之内，强子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外面的阻碍全都拆掉。不过接下来的前皮带盘拆起来会更麻烦，因为它上面的螺钉是被硬塞进去的，取出来非常的困难。强子利用杠杆原理，用一个手柄更长的扳手，使出吃奶的劲才拧下来那个平衡器。他把新旧两个零件进行对比，发现新平衡器尺寸更小，这意味着它能释放更多的动力，而且还会降低对其他零件的损坏。不过就是安装起来有点麻烦，还要在曲轴钻孔并塞进一个合钉，才能确保新的谐波平衡器完美安装。如果你有10万元的话，你会选择买这辆20年前的科尔维特，还是今年最新款的车子呢？现在胖哥拿着电子刹车控制模组来到了专业的修理厂，他让工作人员对其检查，看还有没有修复的价值。由于这个小玩意儿很矫情，所以拆解时必须非常小心，万一伤害到电路板，瞬间就会让它报废。维修师戴上橡胶手套，拿出专用的电表做连续性测试，这个功能很正常。接下来检查电路板的供电侧，结果机器没有任何反应，看来就是这部分出了问题。他先把上面的焊点融化，然后拔下里面的继电器，换上新的之后再次测试，这次仪器终于有了反应。看来真的是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这个电控单元就算修复完成了，他给胖哥节省了将近1000美金。此刻工作室内的强子正在修复座椅，他拧掉固定的螺丝，把椅子放到桌子上之后，发现上面的滑轨坏掉了。我推测原车主的吨位应该不小，不然怎么能把椅子都做坏？强子拆掉2条滑轨，取出内部的滑动装置，可以看出上面的零件已经碎裂。这种小玩意儿虽然不起眼，但是非常难买。于是强子灵机一动，把2个塑料圆环叠在一起塞进去。经过测量后发现数据刚刚好，这说明座椅摇晃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他把零件都装回去，最后固定上座椅，这次再坐上去就不再晃动了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，那就是给车子更新一下外观。胖哥把它开到喷漆厂，他不准备重新喷漆，而是把表面进行打磨抛光，然后给车子做陶瓷涂装镀膜，这会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完成后5年都不用给车子抛光或打蜡。
现在车子表面就像镜子一样，开起来肯定很气派。胖哥和强子来到科尔维特赛车场，要试试这辆车的性能。看得出来，两人是非常开心的。接下来就到了卖车环节，车主非常喜欢这辆车，哪怕胖哥出价18000美金也没有还价，最终两人爽快成交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是愿意花同样的钱买一辆20年前的跑车，还是现在的新车呢？